赛重新规划。操，这什么鬼天气？这他又要超时了。哎呦，我靠！这是哪儿？脚呢？雨停了。真他妈痛啊！别呀，哥们儿，关键时刻你别掉链子呀！我这单还没送呢。没信号，开什么玩笑？不许动！你是谁？怎么上来的？别开枪！我就是个送外卖的。你看，我穿着古装的，某团黄色的。外卖？什么外卖？说清楚！你是不是黑骷髅的侦察单位？黑骷髅？大姐，我真听不懂你说什么。我就是个送餐的，刚才在望江大桥上雨太大了，然后不知道怎么就到这儿了，真的。我有订单，有食物，你看，糖醋里脊、干煸豆角，外加2份炒饭，是尾号7798的客户点的。你去拿出来看看。那，你看，我没骗你，就是吃的。你要是饿了，可以先吃。那是什么东西？怎么会这么香？糖醋里脊，那是什么？这里根本不是我原来的世界。证明，打开它。那，你看，就是炒饭，国潮炒饭，加了腊肠和鸡蛋，还有2个菜，绝对没毒。好香啊！我从来没有尝过这么香的食物。要不你尝尝？你退后，不要想耍什么花样，不然我一枪崩了你！这油润的口感，米粒的弹性，腊肠的咸甜，鸡蛋的软嫩，每一种味道都如此清晰而强烈，这比我平日里吃的营养膏好吃10000倍！哇，这姑娘是饿得多厉害啊！我不白吃你的，你看这个够吗？我去，我跑外卖风吹日晒，1个月拼死拼活才3000块，这一小块金子看分量至少值4万8、5万！我的个乖乖，这一盒炒饭够我跑1年半了啊！够，太够了，姑娘，你太客气了。那个美女啊，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我看这儿不太对劲呢。我叫苏林，这里是遗忘废都，旧世界毁灭后的残骸，现在是破碎纪元107年，你所看到的就是世界的现状，辐射尘、能量乱流、变异生物，还有为了一点资源和干净的水就能互相厮杀的人。店里有电了，这么说我能回去了。不过这里好像很缺食物的样子。苏林是吧？你看你这金子很值钱，在我的世界可以买很多这样的食物，我可以帮你带更多更丰富的米饭、面条、肉、蔬菜、水果，只要你想要。真的？可是你怎么回来？时空乱流是随机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好的，但他现在能动了。我觉得他或许能找到路。我们约定个时间，比如明天还是这个时候，我还来这里找你。好，明天此时此地，我会带着元至金等你。一言为定。那小子哪儿来的？穿着真他妈怪，一身黄不拉几的，真丑。管他哪儿来的，看见了吗？苏林那丫头好像用1块元至金换了点什么东西，她居然还有存货，而且她似乎放松了警惕。正好，等他落单或者下次那个怪小子再来的时候，就是拿下他那个破窝点的时候，那地方易守难攻，还有净水器，早该是我们的了。
1分钟？真的只过了1分钟？我怎么感觉过去了好久？难道这2个世界的时间流速不一样？糟糕！尾号7798客户点的国潮炒饭，现在已经在苏林的胃里了。嘿，不过还好，这一切都是真的，黄金还在。哎，喂，你好，我是某头外卖，非常抱歉，您点的餐在配送途中发生了意外，彻底没法食用了。您看这样行吗？我立刻通过平台把钱双倍赔给你，再额外转你1份餐费作为补偿，真的非常对不起。哈，我服了，老子他妈等了这么久，快饿死了！你他妈能赔多少啊？那3倍赔给您，真是不好意思。哎，行吧，赶紧给老子转钱，不然老子投诉不死你。唉，又损失了88块钱，这一单算白跑，还倒贴。不过跟口袋里这玩意儿比，这个毛线的！哟，这不莫哥吗？咋停这儿发呆呢？车怎么了？嚯，这轮子歪的，嘿嘿，中了。张涛是我在上家经纪公司的前同事，他比我晚入行半年，却靠着心机和手段把我从前公司挤兑离职。哦，没事，一点小意外。要我说，莫哥，你这破驴也该换换了，风吹日晒的还不安全。看看我这苏七 Max 城市 MOA 杠杠的，下班开个顺风车都能把月供跑回来一半，嘿，舒服。哎呀，我忘了你现在在送外卖。哎，要我说，人呢还是得有点追求，不能老是骑着这电驴混日子，是吧？送外卖也得送出个样子来嘛。你陈默，你怎么搞的？刚刚系统接到投诉，爱情公寓的客人说你根本没送餐到位，还骚扰他，要求私下赔偿。你知不知道这是严重违规啊？那站长不是骚扰，是餐出了问题，我是在跟他协商赔偿。我不管是什么原因，客人投诉就是投诉。这个月你已经第3次被投诉了，之前是超时，现在是未送达加私下联系客户。公司有规定，屡教不改者直接辞退。你被解雇了，明天来站点办手续，结清工资。哎呀，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工作都没保住，这下可好，连电驴都没得骑喽。哎，莫哥，不是我说你啊，做人还是得踏实点儿。你这，哎，以后打算干嘛去啊？要不来给我当个专属骑手，帮我跑我不爱接的单子，我给你算便宜点儿。嘿嘿嘿嘿嘿。张涛，你的车是贷款买的吧？你信不信1个月的时间，我能让你失去工作，还不上贷款？陈默，你他妈疯了吧？让我还不上贷款？你以为你能收购这么大一家公司吗？一个刚被开除的送外卖的，你做白日梦也得有个限度。哼，是不是做梦？1个月后自然见分晓。张涛，记住你今天的话，到时候希望你还能笑得这么开心。行啊，我等着，我都要看看你怎么用一个破电驴收购公司。你要是能做到，我张涛跟你姓！妈的，神经病！小伙子，这东西成色不错，哪儿来的？哦，家里老人传下来的，一直压箱底，最近急用钱。按今天的基础金价，扣除损耗和手续费，一共是这个数。不错，比我预估的还高点儿。行，就按这个价。加上我卡里原本的15000积蓄，我现在总共有了63000元。接下来是时候去买点交易物资了。
第一次采购，我先选高热量、易储存、体积小、价格便宜的食物种类，比如泡面、压缩饼干等等。哎呀，这么多的零食，才花了1000块，不知道能换多少金条。先不管了，回家再说吧。奶奶，我要吃那个。哎呦，小陈发财了，买这么多好吃的。囤点货。哎呦喂，你个杀千头的，你敢打我孙子？买点破东西了不起呀？谁知道你的钱干不干净的？欺负我们老的小的，你个没良心的东西，活该你穷酸一辈子，断子绝孙的玩意儿！管好你孙子，别来惹我。我现在有了这63000元启动资金，尽量多带些物资，以便兑换金条。不过苏里那个世界，除了黄金，应该还有什么其他值钱的东西。对，这不是简单的断电，是电闸被动了手脚，而且漏电了。是那个老钱婆，就是现在！敢欺负我孙子，让你今晚摸黑过去！操！那死老太婆差点电死我！难道极度危险的状态会触发穿越？无论是上次望江大桥的失控，还是刚才的致命漏电，苏林，我来了！出事了！小丫头，别硬撑了，把原制金和净水器的核心交出来，老子可以考虑给你个痛快。大哥，跟他废什么话？先废了他2条腿，看他还怎么卷。怎么办？对方有2个人，还有武器，而且一看就是穷凶极恶之徒，而我只有一根破钢管。一把 AKM， 虽然游戏里当伏地魔把把吃鸡，不知道现实里还有这样的运气没有。臭婊子，你交不交？不交，老子把你废了！只能靠在游戏里的手感了。妈的，还有同伙，老子宰了你！我操！他妈的，臭婊子，就该立马杀了你！你们等着，黑骷髅不会放过你们！我杀了他，我真的。别发呆，过来帮我。你怎么样？撑住啊！里面绿色的注射器，帮我注射到心脏上方。心脏，这太危险了！快，这是再生雌激素唯一的希望。哇，这东西这么神奇啊！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但我们惹上大麻烦了。黑骷髅是这片区域最大的掠夺者团伙，搜一下他们身上，在废都，任何资源都不能浪费，尤其是战利品。5条金条，这么多，金钱要发了！你拿着吧，这是你应得的。没有你，我现在已经死了，这些东西也都会落在他们手里。原制金在旧世界是贵金属，现在
除了少数还能运转的精密仪器需要，更多是像我们这样的幸存者，用来跟偶尔出现的掌握着旧世界技术的商人交换稀缺物资。对你来说，它应该更有用。哦，对了，我还带了点东西给你。这些都是给我的。快吃吧，看看合不合胃口。这松软的外皮，甜腻的让人无比满足的巧克力夹心，真的太好吃了！谢谢，真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了。末世降临很久了，城市变成了废墟和猎场，大部分幸存者都选择占据高楼顶层作为据点，原因很简单，视野开阔，易守难攻。那扇门是生命线，有能力的幸存者会定期清理自己占据的整栋大楼，确保没有感染者、丧尸和其他威胁。像我和之前对面楼的那个老奶奶，我们能力有限，只能确保顶层是安全的，然后用能找到的一切加固那扇门，祈祷下面的东西不会跑上来。八脸和瘦猴，他们是黑骷髅的外围成员。1周前，他们杀了对面楼那个独居的好心的老奶奶，抢了她的据点。现在，他们又盯上了我这里。看来这里没有法律，只有弱肉强食，占据一个安全的据点才是生存的第一要义。是丧尸，门外面有丧尸，而且听着撞击的力度和吼叫声，可能不止一个。他们怎么会上来？我明明检查过楼下几层的门，都是锁好的。这是……我操，不是吧？刚刚经历了一场与人斗的生死搏杀，现在要面对更可怕的非人的怪物！老天，你真是耍我玩的！他们会闯进来吗？这扇门我加固了很久，暂时应该能挡住，但我储备的物资有限，尤其是武器、能量和食物，根本不足以支撑我清理掉这栋楼里所有的感染者，只能被动防守。一旦他们聚集的太多，或者引来更可怕的东西。苏林的话没说完，但意思很明显，这里并非绝对安全，只是暂时的避难所。不能坐以待毙，至少先把门口这几个解决掉。别冲动，枪声会引来更多。这枪被消音了，几乎没有声音。消失了，还爆出了空间密切，这怎么可能？难道是我游戏玩多了？这两枪太准了，不过这丧尸死亡的方式……你到底是什么人？无声猎手系列的旧世界遗物枪械，你竟然能够用得这么熟练，而且一发入魂，直接触发物质分解和规则掉落。这通常是只有等级很高或者拥有特殊天赋的猎杀者才能做到的事。你一个刚来的新人，可能是我玩枪战游戏比较多。带上它，集中精神感受。这是空间密切，击杀感染者有小概率掉落，是废都最珍贵的资源之一。它能连接一个独立的亚空间，用于储存物品。哇，太神奇了！竟然真的有一个小空间。初始空间通常只有1立方左右，想要扩大，必须提升猎人等级。等级提升不仅能解锁更大的空间，据说还能强化身体素质，甚至觉醒特殊能力。猎人等级？那你现在多少级？我挣扎了这么多年，也才32级，而且已经进入平台期很久了。
猎杀普通感染者获得的元能微乎其微，几乎无法提升等级。唯有斩杀进化体那些发生了可怕变异、拥有特殊能力的感染者，才能获得足够的元能突破。但进化体太强了，每一次遭遇都是生死考验。哦，看来这个戒指不仅仅是个储物道具，更是一个成长体系的关键呢。而这提升等级的方式太残酷了。不好，是穿越的征兆。这些是你那些食物的报酬，你拿着。好，不过我该走了，我的世界在召唤我。哦，下次我会带更多的食物，还有可能需要存放的东西过来。好，我等你。小心黑骷髅的报复，还有保护好戒指。游戏新人，或许他真的能打破这个绝望世界的僵局。成功了，真的带过去了，这证明我的猜想是对的。我可以主动携带物品穿越，并且成功送达。但断电的账还没算。哎呦喂，看什么看啊！小孩子吃个水果怎么了？动不动尊老爱幼啊，一点水果都舍不得。一个大男人这么小气，真没出息。哼，我小气？李婶，你保护孙子可以，但眼睛也得放亮一点。你问问你孙子，这盘水果是我的吗？这盘进口提子和草莓，如果我没记错，是强哥昨天特意买回来，说要招待他晚上带回来的那位朋友的吧？价值可不便宜啊！先把明天租房的事情解决了吧。爱的所有人，下个月15号晚上，皇庭酒店 VIP 888，咱们办聚一波啊！能来的都报名。哇，皇庭啊 ，A 总威武，这次肯定不少同学来吧？听说咱班花林婉熙也从国外回来了。那必须的，婉熙已经答应了，大家抓紧报名，让我看看都有哪些大佬出息了。林婉熙。你们说当年咱班那些混得一般的，会不会不好意思来呀？比如那个谁陈默，是不是最近还在送外卖呢？你说那个闷葫芦啊，估计忙着跑单呢，哪有空看钱？来了也尴尬，层次不一样啊。送外卖，层次不一样。呵呵，下个月15号，皇庭酒店是吧？当务之急是处理黄金，换取启动资金，并准备好下一次和苏林交易的货物。陈先生，您这些金料的成色非常罕见，纯度极高，我们给出的价格绝对公道。80多万，完全超出了我最初的预期，很好。可以。成箱的压缩军粮，真空包装的米面，桶装水，各种肉罐头、水果罐头，高能量巧克力，便携式净水片，基础急救包，大功率手电筒，蓄电池，甚至还有几把质量不错的工兵铲，这些全都要了。反正我有销售的渠道，不怕卖不掉。嘿，小哥，你才买这么多东西，是干嘛呀？公司搞团建，户外生存训练，派我来把物资配齐全了。好的，这边一共是4万元，需要我们帮您送货吗？帮我送到地下室吧。只要找个无人的地下室，这些东西我可以直接用手上的空间戒指。我真是太聪明了，有了这个戒指以后，物资运输不再是问题。黄金妹妹哥哥来了。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也在找合租。看到这位先生似乎也在找房，预算相近，不知道有没有兴趣考虑一下合租啊？可以分摊成本，住个好点的地段。一起合租一个好地段，确实能省下不少钱。由于其他规划，虽然我现在有80多万，但这些还远远不够啊。听起来还挺不错的。合租好啊，
两位看起来都是高素质人才，我手里正好有套2居室，精装修，家电齐全，就在附近的高档公寓。我现在是在读研究生，专攻星际宇宙科研方向，经常需要熬夜观测和数据模拟，所以希望找个安静点的住所。啊，搞科研的呀，听起来比之前的合租客靠谱多了。先合租看看，不行再搬。行，那就去看看房子吧。以后就是室友了，一起下去吃个晚饭。我知道附近有家不错的馆子。正好我也饿了，一起吧。又是这种感觉，是穿越，极度的危险和失控状态。沉默，你。你来了，时间刚好。你这是要出门？不能再等了，八脸逃了，黑骷髅的报复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我必须在此之前变得更强。我决定，今天清理掉这栋楼里所有的感染者。我之前已经断断续续清理了上面3层，才勉强提升到32级，但之后就进入了平台期。猎杀普通感染者获得的元能太少，唯有在短时间内连续猎杀，形成清场效应，或者击杀进化体，才能获得显著提升。这栋楼一共28层，下面25层就是我的机会。我操，25层楼，里面藏着多少丧尸啊？这他妈是刀尖上跳舞呀！太危险了，万一……没有万一，在废都，不进化就等于死亡。你带来的物资呢？我先补充点体力。这栋楼是旧时代的商业住宅楼，上面几层我之前搜刮过，找到了一些散落的原制金，大概有10几块，都放在我窝棚的那个铁盒里。等我清理完这栋楼，找到所有的黄金，都归你，算是岳父的报酬和感谢。几10层楼搜刮出来的黄金，我他妈岂不是富可敌国了？不行，我不能看着他一个人去冒险，否则他死了，我找谁兑换这些黄金啊？我跟你一起去。不行，你没有经验，太危险了。我有枪，而且我的枪法好像有点特别。再说，我不是有你给的戒指吗？我想试试升级是什么感觉。而且我害怕你一个人下去会被感染，多个人多份照应。好，但一切听我指挥，跟紧我，不要擅自行动，不要发出不必要的声响。记住，所有感染者听觉和嗅觉异常灵敏。明白。从底层往下，一层一层清理。记住我们的目标：生存，然后升级。元能碎片，猎杀的证据，收集起来，吸收它就能积累元能。这些元能碎片和一股微弱的暖流融入了我的身体，难道这就是提升等级的关键吗？小心，这一层感觉不对，太安静了。上面各层或多或少都能听到丧尸无意识的低吼或者拖沓的脚步声，但这一层死寂的可怕，确实有问题啊！这是什么？游戏界面？虚空投屏系统？这我升级后觉醒的能力，还是我一直都有，只是等级不够没显示？怎么了？现在不是研究这个的时候，先杀丧尸要紧。哦，没什么，有点紧张。这一层有什么特别的吗？根据旧世界的零星记录，这种超高层建筑的底层，因为接近地面，能量残留和污染往往更严重，更容易催生出变异体。它们可能保留着普通感染者的外形，但拥有某种特殊攻击方式。
我听说有一种嘴巴会变异，小心它的舌头。菊花嘴，长舌头。跟紧我，无论如何不要离开我身后太远。遇到任何不对劲，立刻后退。糟了，是苏林说的那个变异体。沉默！给我出来！你怎么样？没事吧？我刚刚好像用出了一个不得了的技能。你刚才做了什么？怎么样？能呼吸吗？没事，死不了。好浓郁的元能，这只变异体提供的经验，抵得上我清理好几层普通感染者。我感觉到瓶颈松动了。我也升级了，5级，戒指空间也变大了。升级也太爽了吧！不仅疲惫感一扫而空，身上的伤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淡化，甚至五感变得更加敏锐，对身体的控制力也再上一个台阶，太美妙了！先别高兴太早，清理完这一层再说。你刚才到底用了什么方法？我也不知道。情急之下，好像身体里涌出一股力量，可能是潜能爆发。在废都，每个人都有秘密。你节省体力，我们继续。终于搞定了。这一层似乎是旧世界的某个金融机构或富人的秘密仓储点。这么多黄金，幸好我有戒指。发了，这次真的发了！苏林，谢谢你。这是你应得的，没有你，我可能已经死在那只变异体手里了。这里面的是一幅幅用特殊材质保存的画作。虽然我对艺术一窍不通，但这些画作的保存程度和本身透露出的年代感与精致感，我觉得这些肯定不简单。这些画在末世，这些东西还有价值吗？对于挣扎求生的人来说，这些不如一块压缩饼干。但在某些大型幸存者据点，据说有些掌握权力的大人物会收集旧世界的艺术品，用来彰显身份和怀念过去。具体价值我不清楚。哎呀，在我这里，古董名画可是天价，就算这些画在末世不值钱，但若能带回去，你看，算了，空间就这么大，还占地方，下次再带吧。先回楼顶休整吧。有了这些黄金，你可以换更多物资。我也会想办法，看能不能搞到一些更厉害的武器。我该走了。小心！我靠！吓死我了！刚才怎么回事啊？电梯失控了。沉默，你没事吧？我看你刚才好像愣住了一下。夏目的观察力太过敏锐，看来还是得和他保持点距离啊。是啊，太吓人了，我差点以为要交代在这儿了，脑子都空白了。没事就好，可能是故障吧，回头得投诉物业。走吧，吃饭去，压压惊。好。
这年头生意难做啊，猪肉涨，青菜涨，连面条都一天一个价，再这么下去，我这小店也快开不下去喽。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底层难熬啊！我现在拥有连接2个世界的能力，末世缺乏物资，而现实世界物资丰厚。我为什么不开一家百货超市？明面上是零售，暗地里作为物资中转基地，将现实世界的商品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末世，换取黄金和其他资源。我晚上学校实验室还有点数据要处理，先回去了。哦，好，你去吧，我再溜达会儿。接下来只要把黄金换了，就能有资金开启我的物资中转之旅。这么多的黄金，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家的承接能力。陈先生啊，您这量太大了，我做不了主，请您稍等，我立刻联系我们老板背后的龙爷。陈先生，龙爷想亲自见您，车就在外面。小伙子，这些黄金纯度极高，工艺很特别，总量折算下来大约112亿。我想知道它们的来源。龙爷，来源请恕我不便透露，但我可以保证绝对干净，不会给您带来任何麻烦。而且这只是开始，如果合作愉快，后续还会有更多。好，有胆色，这笔交易我接了。小陈先生，恕老夫直言，你提供的这批黄金，无论是纯度，还是其内部蕴含的某种微弱且奇特的能量残留，都绝非现今任何已知矿源的冶炼技术所能达到。它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主流的黄金体系。我很好奇，你的渠道究竟在何方？我操！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能量残留？这个罗伊到底是谁啊？竟然能检测如此敏锐，连源之间与普通黄金的细微差别都能察觉。看来我之前准备的海外秘密渠道，我家族遗存的说辞，在他面前毫无说服力啊！龙爷，我也很好奇，以您的身份和能量，财富对您而言应该只是数字，为何要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亲自出面收购如此巨量的黄金？它们到底有什么用？一级权限确认，解除信息屏蔽。你所见到的商业身份只是掩护，我真正的职责隶属于国家最高机密序列。你问黄金的用途，它们是通往未来的钥匙，是点燃人类星辰大海梦想的火种。我们在研发轩辕剑项目，也就是空间跳跃技术。空间结构的稳定、撕裂与重塑，需要一种极其特殊且稳定的能量导体与结构强化材料。经过无数次的模拟与实验，我们发现，唯有超高纯度的黄金，在经过特定能量场激活后，才能满足那苛刻到极致的要求。每一颗被激活的黄金，都意味着我们向无尽的宇宙深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所以，不是我在收购黄金，是国家，是中华民族的未来需要它。我们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秘密收集，但远远不够。轩辕剑对黄金的消耗
是一个无底洞。国家空间跳跃技术，星辰大海，我的老天爷啊！不是在骗我吧？我之前还猜测可能是走私洗钱，甚至某种邪恶计划。那我的秘密或许能找到归宿了。龙总监，如果说我有一个稳定且无限的、远超你想象的黄金来源呢？甚至不只是黄金。你说什么？我无法解释它的原理，但事实是我可以穿越到一个异世界，一个文明毁灭后的末世。那里黄金虽然珍贵，但远不如食物和武器稀缺。我带来的黄金都来自那里，而我可以往返。你再说一遍，穿越异世界，证据，我需要证据。这是那个世界的工业零件，其合金构成和氧化痕迹与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同。你可以立刻检测。这是真的，一个超越现在所有物理学认知的、拥有跨世界穿梭能力的个体，就在我的面前。这是足以改变国家乃至人类命运的天大机遇。麒麟预案，最高等级，立刻启动。目标地点：我的书房。重复，麒麟预案，最高等级。立刻分析这块金属，我要最快速度的初步报告。沉默同志，从现在起，你的一切由我们宇宙安全局最高级别接管。你的安全是国家的最高优先级，这里不安全，也不够保密，我们立刻转移。这个看似普通的年轻人，究竟是何方神圣，竟能让龙爷如此兴师动众，调用直升机亲自接走啊？是啊，我也好奇，看着普普通通，说不定人家是什么科研新贵呢？我操，这排面，没想到我一个送外卖的有一天也会坐上国家领导的专用直升机。沉默，欢迎加入麒麟计划。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孤身一人，你的身后是整个国家。我们需要好好谈一谈关于那个世界，关于你的能力，关于我们共同的未来。沉默，详细说说那个世界。你提到的丧尸横行、一楼盘踞，具体是什么情况？文明形态、社会结构、威胁等级？那个世界似乎经历过一场巨大的灾难，文明崩塌，城市化为废墟，空气中弥漫着辐射尘和能量乱流，幸存者称之为破碎纪元。主要的威胁来自感染者，也就是丧尸，他们形态各异，有普通的，也有像我在28层遇到的那种变异体，拥有特殊攻击能力，非常危险。幸存者们以占据高楼顶层作为据点，易守难攻。像苏林，就是我在那边的合作伙伴，他独自占据了一栋28层的楼顶。更强的势力，比如黑骷髅、掠夺者团伙，则控制着更大的区域，彼此之间为争夺净水、食物、武器和像原制机这样的资源厮杀不断。那里极度缺乏基础生存物资，一盒普通的炒饭就能换到一块黄金，药品、武器、能源更是无价之宝。现有的科技树似乎断代了，他们使用一些旧世界遗留的能量武器，但也缺乏维护和补充。一个秩序崩坏，生活资源匮乏，但存在超乎想象的科技和金属资源的世界。这是危机，也是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可以提供海量的生存物资、食物、药品、纯净水、基础工业品，用我们过剩的产能去交换他们手中对我们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这不仅能加速轩辕剑计划，
甚至可能反向促进我们的科技爆炸。龙总监想法很好啊，但有一个现实问题：阅历。我的空间密界现在只有2立方米，就算装满，对于2个世界之间的物资流转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而且苏林那边他个人的力量有限，虽然我们刚刚清理完一栋楼，收获了不少黄金，但想要持续大规模的进行交易，他需要时间整合力量，积累更多的黄金和其他可交易物。贸然涌入大量物资，可能会打破他那个层面的平衡，引来更强的掠夺者，反而会害了他。小陈说的没错，我习惯了从国家层面思考问题，动辄1万吨级的物资调配，却忽略了个体穿越者的客观限制和末世那边脆弱的势力平衡。我明白了，是我想的过于简单了。这不是国家层面的贸易协定，而是一场需要精心策划的代理人培育与秘密贸易。那么当前阶段的核心任务有2个，一个全力支持你和你的合作伙伴苏林在异世界安全的发育，积累交易筹码；第二，想尽一切办法提升你的个人运力，也就是提升你的猎人等级，扩大介质空间。我也是这么想的，稳扎稳打才能细水长流。好，既然如此，你这次带来的所有黄金，国家照单全收，该给你的钱1分不会少。这笔钱将作为你前期活动的经费和在国内建立物资采购渠道的启动资金。你需要什么？武器、训练、情报支持，尽管提。从现在起，你不再是孤军奋战，你的背后是整个国家的资源和智慧。目前最需要的可能是一些适合末世环境的单兵装备、高效能的应急食品、医疗包，以及关于如何更有效提升猎人等级的科学分析和建议。没问题，基地有最顶尖的体能、战斗和生存专家，也有理论物理和生物学家。虽然无法解释穿越，但可以帮你分析数据，优化变强路径。同志们，这位是陈默同志。从今天起，麒麟计划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条稳定、安全、高效的跨位面战略资源通道。现阶段一切行动以保障陈默同志及其异世界合作伙伴的生存与发展为最高准则。各部门根据陈默同志提供的信息，立刻开展工作。战术装备部，量身定制单兵生存与作战系统；后勤保障部，列出高能量小体积长期保质的物资清单；生物与物理研究所，分析元能、等级提升、空间扩容的可能机制，提供理论支持；情报分析组，模拟异世界势力动态，为陈默同志的行动提供风险评估和建议。是。这事还是得交给国家我才放心啊。不过，我也貌似成为了一个宏大计划的核心呢。先去休息室，会有专家和你对接具体需求。记住，安全第一。下次穿越，带上我们的礼物。我们交换的不仅是物资和黄金，或许在将来是2个世界的未来。猎鹰小队注意，目标已经进入 A3 伏击圈，听我命令，3秒后同时。演习终止，所有单位原地待命，最高进步等级。狼牙，你负责线上指挥。执行命令，所有人原地隐蔽，无线电静默。是。赵老，是龙首的绝密线路，最高优先级。
喂，我是赵建国。什么？你再说一遍。跨位面，穿梭，能量残留确认。等着，我马上到，立刻给我准备去西北基地的专机，最快的那架。快，把我关于多维宇宙模理论、卡鲁扎克莱因模型的所有手稿和最新演算数据全部整理出来，还有那些被学术界认为是妄想的虫洞稳定性假说。快，人类物理学的圣杯可能出现了。抱歉，终止推演，有紧急最高权限任务，我必须立刻离开。首长，龙镇华总监，最高秘籍。我是周卫国。说。知道了，取消今天所有日程，联系机场，准备专机，直飞西北麒麟基地，要快。通知下去，1小时后，在盘古会议室召开麒麟计划最高级别紧急会议。所有收到召集令的人员，务必准时到场。风暴就要开始了，而我们将是掌舵的人。哎，老龙，到底什么情况啊？麒麟计划升级为最高优先级，把我们从天南海北用这种阵仗拉过来，就为了听一个穿越故事，这太离谱了。我们的时间很宝贵。龙总监，从现有物理学框架来看，宏观物体的跨位面穿梭，尤其是生命体，其能量需求和空间悖论根本无法解决，这违背了智能守恒因果律。郑华，我需要一个能说服我的理由，而不是科幻小说。这关系到国家安全基石，不容儿戏。带他进来。啊！胡闹！啊！哼，龙总监，这就是你说的国之重器，一个毛头小子。我知道诸位心存疑虑，理论、数据，甚至逻辑，在超越我们认知的事物面前都可能失效。现在，请抛开所有预设，用你们的眼睛去验证。沉默，给大家看看你的证据。什么？这黄金的数量足足有2立方米。这纯度，这晶体结构，不可能！地球上现有的冶炼技术绝对达不到这种程度。还有这种能量残留的惰性波纹，未知，完全是未知的领域。凭空造物，不是空间存储与转移，这就是异世界的黄金。储存媒介是哪媒介质？容量2立方米，存取方式、冷却时间、限制条件。真的，竟然是真的！这么多高纯度的黄金，轩辕剑计划有希望了。现在还有人怀疑沉默同志的价值，以及麒麟计划的真实性吗？沉默同志以及他所连接的那个世界，从此刻起正式被列为国家最高战略资产，代号黎明。他的安全高于我们任何一个人，他的需求必须得到最优先的满足。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这枚戒指，它运用的是什么空间折叠原理？能量来源是什么？如何锁定内部空间坐标，防止物质湮灭？
这技术远超我们数个时代。先别管技术原理了，老赵，关键是有了这批稳定且纯度超标的黄金，轩辕剑项目的几个瓶颈，是不是可以尝试突破了？诸位，正如李部长所言，陈默同志带来的不仅仅是黄金，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现在，我可以向大家同步轩辕剑项目的最新，也是最高机密进展。在消耗了之前储备的大量黄金，并融入了陈默同志首批提供的部分原质金后，我们的轩辕剑原型机已于72小时前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我们已经成功实现了宏观物体的非生命体空间跳跃，但是这个突破极不稳定，且代价巨大。正如大家所见，目前最大稳定跳跃距离仅有 1.7 米，跳跃过程会产生强烈的空间扰动力，对精密设备有损。最关键的是，每一次跳跃，无论距离长短，都需要消耗海量的经过激活的黄金作为能量引导与结构稳定剂。我们现有的黄金储备，尤其是能承受激活过程的高纯度黄金，远远不足以支撑后续研究和距离拓展。而陈默同志以及他所连接的那个异世界，是我们获取足够燃料并可能找到更优化空间技术路径的唯一希望。振华，你的意思是，那个异世界可能存在更成熟的空间技术？不确定，但可能性极高。陈默同志的空间戒指就是证明，那个世界的文明虽然毁灭，但必然留下了我们无法想象的科技遗产。我们需要陈默同志去探寻、去学习，甚至去交易。所以麒麟计划下一阶段的核心目标，就是倾尽所有资源，支持陈默同志在异世界站稳脚跟，发展势力，系统性的搜寻那个世界关于空间技术的任何信息、物品乃至人才，同时尽可能的获取原质金。我同意龙总监的战略方向。那个世界不仅是资源矿场，更可能是一个破碎的科技宝库。除了空间技术，他们的能量武器、生物技术，甚至是对抗感染者的生存经验，都可能对我们有颠覆性的启示。陈默同志，你是我们伸向那个世界的唯一触手，你的见闻，你提出的问题，将直接指引我们的研究方向。我明白，我会尽力。苏林所在的据点刚刚清理完毕，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基地，我会以那里为起点，一方面协助他巩固势力，搜集黄金；另一方面，我会特别留意任何与空间、能量相关的技术和物品。对，问问他们关于空间稳定的理论，问问能量传导的介质，还有那些丧尸，他们的存在形式是否涉及了某种我们未知的维度生命现象。好，既然如此，决议通过。各部门围绕麒麟、黎明行动计划制定详细方案。装备部为陈默量身定做生存战斗侦察通讯及样本采集装备。后勤部准备高价值易携带的交换物资，农作营养液、特效药、精密工具等。情报与分析组根据陈默提供的信息，建立异世界数据库，并为他的行动提供策略支持。轩辕剑项目部整理技术问题清单，由陈默尝试在异世界寻求解答线索。陈默，你不仅是我们的合作者，更是我们探寻未知的先驱。放手去做，整个国家都是你的后盾。14100多亿，开10家大型百货超市都绰绰有余了，爸妈再也不用辛苦了。哦，对了，各位领导，我突然想起，在清理那栋26层大楼的时候，除了黄金，还发现了一些别的东西。
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些用特殊材料保存的画，我也看不懂，感觉像是古董名画。我看保存的还行，就顺手塞进戒指的缝隙里带回来了。画？什么样的画？是卷本、纸本、油画？题材呢？有没有落款、印章？小伙子，你仔细说说。沉默，你可能不清楚，我们华夏文明历经磨难，有无数国宝级文物在战乱、盗窃和动荡中流失海外，甚至下落不明。其中就包括大量珍贵的古代书画，这些不仅仅是艺术品，更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历史记忆。有些流失是永久的遗憾，如果能找回一部分，其意义无亚于一项顶尖的科技突破。这是重塑民族精神脊梁的大事。如果那个世界的文明毁灭时间点与我们不同，那么保存下来的文物可能包括我们历史上早已失传的瑰宝，其历史和文化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孩子，好孩子，你一定要把他们带回来，一定啊！那可能是永乐大典的3亿残卷，可能是顾恺之的真迹，可能是我们找了半个多世纪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可能在某个角落。那是我们老祖宗的根啊！拜托你了，一定要把他们带回来。徐老，你别激动，我答应你，我一定尽全力去找，只要看到了一定。糟了，穿越要开始了，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去领取国家给我准备的新装备啊！空间戒指里出来的点古画几乎是空的，没有食物，没有武器，我怎么跟苏林交代，怎么完成国家任务呀？物资我还没拿。怎么回事？他怎么突然？是穿越？可能是情绪剧烈波动，或者特定应激状态，可能触发他的穿越机制。徐老，您刚才太激动了。我这是坏了大事啊！那孩子他什么都没带呀。龙总监必须立刻调整预案，沉默下次回归时间不确定，我们需要确保一旦他回归，能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高效的支援。所有预定物资必须处于随时可交接状态。通知下去，黎明应急方案启动，所有为他准备的装备和物资24小时待命，基地进入最高战备状态，等待他的回归。沉默，坚持住，这次是我们疏忽了，下次一定让你满载而去。该死，怎么就穿越了？我什么都没带呀！苏林，你在哪儿啊？这是……哦，虽然不知道具体型号和威力，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呀！苏林在下面，而且正在战斗。太多了，而且这些急行者太麻烦了。完了！沉默，你回来了。哦，还好赶上了，这玩意儿威力不错呀。
谢，你又救了我一次。要不是你及时赶到，哈，别这么说。其实我这次过来有点匆忙。我那边出了点意外情况，穿越过来的时候没来得及带上任何新的物资，戒指里几乎是空的。没关系，你上次带来的东西还有很多没吃完呢，足够支撑一段时间。而且你能安全回来，就是最好的物资。哦，放心，下次我一定带足东西过来，保证让你大吃一惊。24层是曾经的核心办公区，又有不少变异体存在，这里的物资绝对很多。这是原核，只有击杀强大的变异体，才有极低概率凝聚掉落。它蕴含着高度浓缩且纯净的元能，非常稀有。这东西很珍贵吧？你自己怎么不用啊？我的等级提升，更重要的是量的积累和实战感悟。这颗原核对我来说，效果未必有对你那么明显，但你不一样，吸收它可能不仅能让你等级提升。更重要的是，它有概率纯化，甚至觉醒新的天赋能力。你的那种瞬间爆发的能力，或许能借此变得更稳定、更强大，或者激发出别的潜力。这比单纯提升1、2级对我更有帮助。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份情我记下了。哎，苏林，这原核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感觉里面的能量非常纯粹啊！这是只有具有一定实力的变异感染者，在核心元能高度凝聚后被击杀时，才有概率凝结出的元晶。可以把它看作是他们的力量核心。越是强大的感染者，形成的元晶品质就越高，蕴含的元能越庞大，效果也越好。可以用来直接吸收提升能量，也可以在大型幸存者据点换取极其珍贵的物资，比如高级武器、特殊药剂，甚至是更高级的空间存储设备。越往下，丧尸感染者的等级越高，这才26层，就出现了极行者这种难缠的变异体。再往下，没错，这栋楼就像一座倒置的塔，上层绝对安全，越靠近地面，因为旧世界能量残留污染汇集，催生出的怪物就越强大越诡异。我们之前清理的只是开胃菜，真正的挑战还在下面，而且黑骷髅的威胁也像一把剑悬在头顶。虽然这次收获的1立方黄金加上之前的存货暂时够用，但如果你想带回更多资源，或者装载更大件的物品，比如一些可能存在的旧世界科技装置，就必须提升介质空间，而提升空间的前提就是提升你的猎人等级。我才5级，升级需要积累元能，光靠猎杀速度还是太慢了。这是这些都是我平日里猎杀普通感染者，以及之前清理上面3层时攒下来的元能晶石，品质不高，但胜在数量多。我原本是留着准备在关键时刻冲击瓶颈或者换取保命物资的。你现在比我更需要它们，吸收它们应该足够你提升到10级左右，戒指空间至少能扩展到5立方米，你的基础身体素质也会有质的飞跃。苏林，这太珍贵了，我……别废话了，赶紧吸收了，提升实力。你强大了，我们才能清理更低的楼层，获得更好的资源，也能更好的应对黑骷髅。我们是伙伴，不是吗？伙伴。我能感觉到我的等级一直在提升，6级、7级、8级，成功了！10级，戒指空间已扩大到了5立方米。苏林，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关于我那边世界的，我找到了一个强大的盟友。下次过来，我不仅能带来海量的食物、药品，甚至还能带来你从未见过的强大武器和装备。我们再也不用为基础物资发愁了。强大的盟友，海量物资。没错，
所以我们要尽快清理出更安全、更隐蔽的区域，作为我们的基地和未来的物资仓库。我们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沉默，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也谢谢你的信任。既然你背后的力量如此强大，并且愿意帮助我们，那么我也该让你真正了解这个你正在介入的世界，它的过去，以及它为何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旧世界历2247年，我们的科技水平达到了巅峰，人工智能、可控核聚变、基因编辑、反重力技术。人类似乎触摸到了神之领域，但极致的繁荣背后是资源的疯狂掠夺、阶层的彻底固化，以及对永生和神界能源的疯狂追求。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一批寡头、政要和科学家启动了一项名为原星之火的绝密计划。他们试图在地核深处建造一个巨大的人造核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能源问题，并试图从中解析出生命永续的密码。他们成功了，也失败了。失败了？灾难就是这么发生的？不完全是。人造原核被成功激活的瞬间，确实释放出了近乎无限的能量，但它的运行原理超出了所有人的控制。它像一颗心脏，开始蹦出的不是稳定的能源，而是一种狂暴的、能扭曲物质与生命形态的混沌辐射。地壳剧烈变动，城市在能量风暴中化为废墟。更可怕的是，这种辐射与全球生物圈结合，导致了大规模的基因崩解与重组，感染者就此诞生。他们不是死者宿舍，而是被扭曲、被异化的活物，其核心驱动正是逸散的原核能量。而我们幸存者猎杀他们获得的原能、吸收的原精，本质上都是那失控的人造核源逸散出的相对温和的能量碎片。我们利用着毁灭之源的力量，艰难求生。将一个星球的核心改造成能源，这么疯狂而又强大的科技，而末世的根源竟是源于一次失控的创神实验，太可怕了。就在原型之火计划启动的同时，那些掌控着世界资源的顶层精英们早已预见了可能的失败。他们动用了举球之力，秘密建造了庞大的星际方舟舰队天穹计划。当灾难征兆出现，地核实验尚未最终启动时，他们就已经抛弃了99.9%的土壤，携带了旧世界最精华的科技、物种基因库和文化遗产，乘坐方舟逃离了这片即将沉没的土地。他们在近地轨道上建造了一座名为疑殿的永久性空间站，一座真正的避世桃源。据说那里鸟语花香，秩序井然，没有辐射，没有感染，延续着旧世界的繁华。他们就像冷漠的神明，在穹顶之上俯瞰着地表炼狱般的我们。什么？富豪精英乘坐飞船逃离太空中的避世桃源一殿，他们还是人吗？畜生不如啊！这群混蛋，苏林他们这些地表幸存者算什么？被遗弃的实验品，还是被观察的小白鼠？沉默，你怎么了？该死！偏偏是这个时候，我甚至来不及和苏林商讨如何利用这些情报。罗总监，各位领导，那个世界，它的毁灭不是天灾，是人造原核的失控，是人为的。还有，有一批精英提前乘坐向天穹计划的方舟逃跑了，他们在基地轨道建了一个叫一殿的空间站，他们还在上面。啊？啊？人造核源、天穹计划、一殿空间站、人造星球核心能源，我的天！他们的科技树走到了哪一步？这是戴森球级别的构想啊！还有完整的空间站文明，快仔细说说技术细节。精英逃亡、阶层固化导致的文明割裂，这对分析那个世界的社会结构，乃至对我们自身都有极大的警示意义。伊犁的态度是什么？他们是否观测地表？一定，他们一定带走了最完整的文明遗产，那些失传的典籍、国宝，可能都在上面。孩子，你有希望接触到吗？轨道空间站具备星际航行能力吗？这对我们是否存在潜在威胁？够了，演得还挺像那么回事。
诸位，你们清醒一点，看看时间。从这位陈先生刚才消失到他重新苏醒，并且声情并茂地讲述了这么一段精彩的科幻故事，过去了多久？整整1分钟，不多不少。哼，1分钟完成一次所谓的异世界跳跃，还能恰好搜集到如此核心、如此连贯的机密情报。龙总监、周上将、诸位专家，你们不觉得这太过巧合、太过儿戏了吗？这更像是一段精心准备、掐着时间表演的独角戏呀！1分钟，跨越2个世界，还能带回来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设置。小子，你就算要骗，也该把时间线拉长一点。你这谎撒的也太没技术含量。我怀疑你之前的一切，包括那堆黄金，都是某种我们尚未识别的高级戏法。老赵，前局，事情不是……赵部长，前副局长，我理解你们的怀疑，1分钟确实很短。这幅画是我刚才在那个世界28层搜刮到的，它上面沾染的尘埃成分、颜料氧化程度、画布纤维的老化模式，以及可能存在的与我们这个世界截然不同的微生物群落，这些是无法在1分钟内伪造的。请各位专家立刻当场检测。如果检测结果证明这幅画的年龄和环境痕迹远超1分钟，甚至不属于我们已知的任何地球环境，是否能证明我所言非虚？至于时间流速问题，我无法解释，但事实就是我在那个世界度过了数个小时，千里楼层、战斗、交谈，而这里只过了1分钟。信与不信，证据说话。立即安排最高优先级检测，动用一切手段分析这幅画。在结果出来之前，我以我的职位和党性担保，陈默同志提供的一切信息都必须得到最高级别的重视和研判。麒麟计划照常进行。既然有的领导觉得信息可以编造，时间可以巧合，那么实实在在的资源总做不得假吧？什么？故弄玄虚，谁知道你是不是用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尖端技术？提前把东西藏在别处，用光学迷彩或者空间折叠技术、障眼法弄过来的这种数量的黄金，如果是真的，来源本身就是个大问题。或许你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组织在配合你演出这出戏，这些黄金也许是他们数个世纪的积累。那么这个呢？这是江主于桥图的笔意，还有这个装裱方式是明代中期的风格，快让我看看！哼，几幅破画而已，谁知道你是不是组织高仿的赝品，或者从哪个黑市弄来的赃物？这能证明什么？证明你是个古董贩子？赵部长，在如此重大的会议上，在已经初步验证了空间储存能力的前提下，继续用高仿赃物来解释，逻辑上已经显得牵强。他的行为模式更符合一个拥有特殊渠道的人在展示证据，而非一个骗子在圆谎。报告，初步光谱材质及微痕分析结果显示，这画作者使用的颜料成分、绢本、基本纤维老化程度，以及附着其上的多种未知惰性微量元素及同位素衰变比率，均与地球已知任何时代、任何产地的作品存在显著差异。其年代感并非仿造，是源自其本身材料和所处环境的独特性。初步判断，其制作年代与所处环境超出我们现有的认知体系。真迹？不是我们已知的任何一位画家的真迹，但其笔法、神韵、用料，尤其是这画卷的处理工艺，蕴含着一种我们早已失传的古法，这绝非现代仿品能达到的境界。这些画风格迥异，但都带着一种异域风情，却又根植于我们华夏文化的血脉之中。它们来自另一个与我们平行发展的文明，
国宝，这些都是堪比国宝的珍品呐！够了，证据确凿，毋庸置疑。陈默同志提供的信息和资源，关乎国家未来，关乎人类命运。我代表军方全力支持麒麟计划，支持陈默同志的一切行动。任何内部的无端猜忌和掣肘，都是在浪费宝贵的战略机遇期。既然如此，全体表决，是否正式将麒麟黎明行动计划提升至随人事级别，倾举全国之力，确保计划执行？同意。这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这是段岭村自宋末便已失传，化一仓谷，直追今后关头，这不可能！一纹线条如铁丝银钩，这是吴道子吴代当风的遗韵，但细节处理又截然不同，自成一派。这是哪个失落朝代的大家？这蚕丝卷底，这古法炼制矿物颜料的色泽，绝非仿造。这上面记载的服饰器物，填补的是我们历史记载的空白呀！这些不仅仅是艺术品，是活生生的历史，是流淌在我们血脉里却早已遗忘的文化记忆。保护起来，立刻用最高标准保护起来！每一副都是无价之宝，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奇迹。是谁如此？竟然是真的！那我说他高仿、赃物、不值钱的东西，岂不是显得很可笑、浅薄、明显？认知壁垒一旦形成，就会让人拒绝接受超出理解的事实，哪怕证据摆在眼前。赵部长只是被困在了自己的认知牢笼里。钱老，辛苦了。这些文物的保护工作，就按您说的最高标准执行，由您和徐老全权负责。陈默同志，你带回来的不仅是资源和情报，更是我们民族失落的记忆，功在千秋。关于麒麟计划以及陈默同志的一切，内部讨论到此为止。事实清晰，证据确凿。从现在起，全员签署最高级别保密协议，任何与此相悖的言论、行为，都将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并承担一切后果。完了，这一切都完了，被发现了。散会。陈默、周上将、孙博士、赵院士，请留步。我们商讨下一阶段具体行动方案。按住他！动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老赵他
赵明远，或者说你的真名山本一郎，潜伏27载，伪装的天衣无缝，甚至爬到了这个能够接触国家核心机密的位置，真是辛苦你了。山本一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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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本一郎。哦，你的质疑并非单纯认知局限。从沉默首次展示空间能力开始，你的质疑方向就一直试图将事件引向技术骗局和境外组织阴谋论，目的是混淆视听、干扰判断，并试图探听技术来源。直到无可辩驳的证据摆在面前，你意识到无法阻止情报共享，便企图在最后时刻发出警报，甚至试图销毁自身。好一个樱花国，贼心不死，竟然把手伸得这么长，伸到了这里。要不是沉默同志这件事儿，让你在极度震惊和压力下露出了马脚，我们还不知道要被你蒙蔽多久，不知道还有多少机密会经由你的手泄露出去。沉默小友，幸亏有你啊！要不是你的出现，带来了这超越常识的证据，让这个潜伏极深的鼹鼠在情急之下主动跳了出来，后果不堪设想。你不仅是带来了资源和希望，更是立下了惊天大功啊！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些流失在异世界的华夏瑰宝，不仅重归故土，还间接帮助我们清除了内部的蛀虫。孩子，你真是福星啊！沉默同志，我代表国家感谢你。你的一次次不可思议，不仅为我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更如同一面照妖镜，净化了我们自身的队伍。鉴于沉默同志的巨大贡献，麒麟黎明计划的极端重要性，我宣布：第一，即刻起成立由我直接领导的黎明特别行动组，沉默同志享有最高权限之一，所有行动需求，国内一切资源，无条件优先配合，一律开绿灯。第二，针对沉默同志及其直系亲属，启动最高级别安保预案，确保绝对安全。第三，所有与异世界相关的物资、技术、情报需求，列为国家最高优先级，各部门必须全力以赴，确保供应。现在清理现场，深度排查。黎明行动组核心成员随我去战略指挥室，制定详细的支援与探索计划。周喜，介绍一下，这位是沉默同志。从今天起，你们的最高优先级任务变更，不惜一切代价，确保沉默同志的绝对安全。他的安全等级为龙首级。龙首级。报告首长，猛虎连一排队长雷战，请恕我直言，我不明白。猛虎连存在的意义是深入敌后，斩首攻坚，是捍卫国境线，处理最危急、最棘手的威胁。我们的每一颗子弹都应该射向敌人的心脏，而不是给一个普通人当保镖。这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是对猛虎连每一名战士荣誉的侮辱。请首长重新考虑任务安排。雷队长，各位兄弟，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如果换位思考，让我这样一个看起来普通的人，突然成为你们这种精锐中的精锐的保护对象，我也会觉得大材小用，甚至憋屈。既然理解，那就请向首长说明，你不需要这种级别的保护，我们有更重要的战场。
雷队长，你们最擅长的作战环境是什么？城市反恐、野外生存，还是极限条件下的 CQB？ 猛虎连没有短板，任何环境我们都是致命的武器。那么，如果是在一个充满未知辐射、能量乱流、建筑结构脆弱且布满陷阱，敌人是成千上万、形态各异、不惧生死，甚至拥有各种诡异能力的感染者的城市废墟中进行长期生存、侦察以及楼宇清扫战斗呢？而且这些感染者中，可能存在速度超过猎豹的急行者，力量能掀翻装甲车的力师，甚至更难以想象的东西。你说的是什么地方？虚拟训练场景？这不是虚拟场景，我描述的是我需要经常面对的现实。保护我，不仅仅是在这个世界，确保我不被间谍或者别有用心者伤害。更重要的任务是，在我需要进入那个战场时，你们可能是我唯一能携带，并且有能力在那个地域生存下来，并帮助我完成任务的伙伴。现在还觉得保护沉默同志是浪费资源，是侮辱荣誉吗？他的战场比你们想象的更广阔，也更危险。他的价值关乎国运。你们不是去当保姆，你们是去开拓一个新的前线。猛虎连一排，队长雷战，坚决完成任务。愿为首长，为沉默同志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你们几个都把你们那点小心思给我收起来。沉默同志的重要性远超你们的想象，这是命令，不容商量。谁再敢有半分懈怠？周首长，各位兄弟心有疑虑是人之常情，毕竟我所说的事情确实超出了常理。既然言语难以起信，那么我们用事实说话如何？我当着各位的面做的3件事，若能做到，请各位收起疑虑，真心实意地执行保护任务，并在未来可能需要的时刻与我并肩作战。若我做不到，我亲自向周首长请求撤销对你们的这项命令，绝不耽误猛虎连的正事。哪3件事？第一，我凭空取出2立方米的高纯度黄金；第二，我拿出一些你们从未见过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文物卷筹；第三，我展示一把不同于地球上任何制式武器的高科技能量武器，并演示其威力。吹吧，还2立方黄金，老子这辈子见过的金条加起来都没那么多。文物卷筹，随便拿点破破烂棉花糊弄谁呢？高科技武器，别是哪个实验室还没定型的样子货，威力能比得上我们的穿甲弹？好，我们答应，只要你做到这3件事，猛虎连一排从此对你唯命是从，绝无二话。若是做不到，充能完毕。沉默同志，猛虎连一排队长雷战及全体队员心服口服。从今往后，您的指令就是我们的最高行动准则。您的安危高于我们所有人的生命，请您下达命令。原来是这样，不需要极端情绪或危险，只要精神力足够集中，感知到那个坐标，我就能主动打开门。苏黎，我来了。
药动能武器，构造好精密啊，激发方式好奇特。陈默，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些古董？古董，在我们那边这还算现役主流呢，你没见过？只在旧时代的影像资料里见过模糊的记载。据说旧世界早期广泛使用这种武器，后来才被更高效的能量武器取代。但能量武器依赖充能和特定零件，反而这种结构相对简单的古董，在特定环境下更可靠。我还是第一次摸到实体呢。喜欢，那这些都送给你了，子弹管够。哎，苏林，像这种枪械，在你们这边的据点好买吗？很难，这种旧时代制式武器存量很少，大多掌握在一些大型聚居地军方或者强大的私人武装手里。而且购买任何制式武器都需要猎人等级达到15级以上，才有资格进入特定的交易区，还需要消耗大量的贡献点或者原质金。15级？我现在才8级啊！那就抓紧升级，从18层往下，怪物的经验和元能会越来越多。跟紧我，我们一层一层清理下去。小心！感觉我的左臂手中被无数烧红的细针扎透，就像是被强酸侵蚀，剧痛钻心。沉默！是精神毒素和某种活性菌类，必须立刻处理。别用这个，我能回去，让我回去。警报！黎明回归，生命体征异常，检测到高烈度未知生物污染。陆总监，伤口毒素里有活性菌类，提取样本可能救救。听到没有，张主任，全力救治，同时小心提取伤口处所有异物、组织液和血液样本，立刻送往 P4实验室。我要知道那到底是什么鬼东西。龙总监，周首长，这伤不一般，那丧尸喷出的孢子里面有活的东西，我感觉它还在。龙总监，初步分析结果出来了，陈默同志伤口中提取到的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具有极强神经毒性和生物活性的真菌菌株。它不仅能快速破坏神经组织，更可怕的是，它展现出一种定向基因吞噬与模拟能力。简单说，它能在极短时间内分析并尝试学习宿主的基因优势片段，并试图整合进自己的菌丝网络中。如果我们能破解其作用机制，反向推导，这可能意味着在基因治疗、定向进化，甚至生物武器预防领域带来颠覆性的突破。这是一座前所未有的生物科技宝库啊！当然，其危险性也极高。能为我所用，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倚。陈默，你这次受伤，可能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你好好休息，样本分析和针对性治疗我们会同步进行。看见没，莫哥这恢复力简直非人类，带着那么重的伤穿梭回来，愣是挺过来了。关键是那份淡定和贡献，实力方的黄金古董说拿就拿，为了救异世界的同伴敢硬扛未知毒素，这心性这担当，我服。陈默，你的账户已经按照执行约定汇入了对应的这批资源的款项，扣除前期部分预支，净增320亿。另外，医疗组给你准备了1个月的口服抗生素和特效抗病毒药剂，以防伤口出现反复。你确定
不需要再多观察几天。哦，罗总监，我感觉好多了。我想先回出租屋一趟，处理点私事，顺便看看我那个室友。回来了，这次出差挺久啊，好几天没见你人影了。啊，处理点事情。看你气色不太好，走路姿势也有点微不可察的不协调。左臂不舒服吗？遇到什么麻烦了？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身上带着腐包菌特有的微弱腥气，虽然很淡，但逃不过我的鼻子。而且你左侧身体肌肉下意识地避免大幅度发力，这是典型的被喷涂者的孢子腐蚀液灼伤神经末梢后的代偿行为。所以，告诉我，陈默，你是去了哪个区域？又是怎么在被变异丧尸咬伤或者抓伤之后还能活着回来，并且看起来只是轻伤？你究竟是什么人？这个问题或许应该由我先问你。一个能自由穿梭于表里世界，还能从国家最高机密基地里带着特效药和……我闻到了，源至今的残留能量波动回来的普通人。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来自87年后的未来，通过一项不成熟且代价巨大的时空回溯技术来到这里。我的初始任务是阻止你与那个变异世界产生联系，至少要大幅延缓这一进程。未来阻止我？是的，阻止你，因为有你，沉默，以及你带来的异世界资源和技术的促进下，我们的世界，人类社会确实迎来了一段科技爆炸式发展的黄金时代。空间跳跃趋于成熟，能源近乎无限，生命科技延长了寿命，听起来很美好，不是吗？但是，所有这些尖端技术和资源，最终都被极少数顶层精英和巨型企业垄断，技术壁垒高到令人绝望，财富以指数级速度向顶层汇聚，而底层90%的普通人失去了作为人的价值，他们无法参与高端生产，无法负担昂贵的基因优化，甚至连获取最基本的未被合成营养剂替代的自然食物都成了一种奢侈。贫富差距不再是金钱的数字，而是变成了生命形态的混构。富人居住在自循环的生态穹顶，享受着近乎永恒的生命和感官极致体验，而普通人则在拥挤、污染、依靠配给合成营养膏度日的巨型贫民窟里挣扎，被称为无用阶层。社会矛盾激化到无法形容的地步。我回来就是为了避免那个绝望的未来。怎么会这样？我带来的资源和技术本应惠及所有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不对，未来的发展一定在某个环节出了严重的问题。是分配制度，是技术伦理，还是……夏木，你亲眼所见的那个未来绝不是唯一的选择。技术的发展本身没有错，错的是驾驭技术的人性和制度。如果我们现在就知道这个风险，为什么不能去改变它？为什么要阻止这种因噎废食的方式？你说的对，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并且迟迟没有真正动手阻止你的原因。那个未来是多种因素耦合下的一个糟糕结果，或许并非必然。我看到的是警告，而非宿命。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坏的可能，就放弃好的希望。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引导这股力量。我有一个想法，我原本就计划用异世界换来的资金开设一家，不是很多家大型百货超市。明面上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实际上它将是我在两个世界之间运转物资的中枢。更重要的是，这家超市可以定位为平民化、高性价比。我可以利用我的渠道优势，稳定供应价格，远低于市场的优质自然产品、基础药品，这能直接惠及最普通的民众。同时，它还能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这或许就是一颗改变未来走向的种子。利用商业行为作为掩护，规避早期关注，通过评价战略直接干预基础生活资料市场，稳定底层社会结构。同时，超市的物流网络可以完美掩饰你的物资流转，这确实是一个巧妙且具有操作性的切入点。一味的阻止看来并非最优解，或许介入并引导才是最正确的道路。你的这个计划确实有改变可能性的潜力。那么，重新认识一下夏木，前时间基线维护局的第7序列特工。我决定
加入你的百货超市计划。我的知识以及对未来部分技术走向和社会风险的了解，或许能帮我们避开那些陷阱。欢迎加入，夏木。一切安好，龙总监。另外，我可能找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顾问。哎呦喂，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我们发了大财就搬走的陈大老板吗？怎么着，良心发现回来看看我们这些穷邻居了？还是你的新窝棚让人给撵出来了？李婶，我回来拿我剩下的东西，这门是你锁的。我锁的？怎么了？你一声不吭就搬走，谁知道你是不是欠了债跑路了？你这屋子剩下的破烂，抵不抵得上你欠的房租水电呢？啊，还有上次你吓着我孙子，这精神损失费怎么算？就是，妈，跟他废什么话？人走了，东西留下，天经地义。谁知道他那些东西干不干净？李婶，我租约到期，押金已扣，离店清算，两不相欠。至于屋内的私人物品，属于我的个人财产，你无权扣押。现在，请把锁打开。打开？哼，说得轻巧。今天不把账算清楚，你休想拿走一根毛。要么你现在拿出5000，不，1万块补偿；要么你就滚蛋。屋里那些破烂就当给老婆子我押金了。看来讲道理是行不通了。喂，是我。遇到点小麻烦，在旧地址。对，不用大惊小怪，上来2个人，帮忙拿点东西就行。哟，还叫人？吓唬谁呢？在这片，我王老五还没怕过谁。木哥，什么情况？需要清理障碍吗？麻烦帮我把锁弄开，我去点私人物品。明白。小孩子嘛，不懂事儿，在你屋里玩玩怎么了？又没拿你什么值钱东西，瞧你那脸色，跟死了爹妈一样。哎呦，就是一点小事至于吗？破床单烂衣服的，赔你几10块，够了吧？王房东，我是租客陈默，我已于日前按约退租并完成交接，今日返回取剩余私人物品，发现房间被原合租人李秀莲及其家属纵容孩童严重破坏。现场如图文所示，其言语态度亦在录音中。此事已涉嫌故意毁坏他人财物，并严重违反租赁合同及公序良俗。我已保留全部证据，并报警备案，请阁下作为产权人严肃处理此事，并追究其法律责任，赔偿我的全部损失。否则，我将通过法律途径，连同物业管理不善的责任一并追究。你刚才拍什么拍？我告诉你啊，你敢乱来，我跟你没完！视频我已经发给房东了，里面有你孙子踩我床、撕我书，还有你们刚才说的每一句话。你们等着房东来找，等着警察上门吧。哦，对了，忘记告诉你们，我那些不值钱的书是绝版的专业书籍，一套市价3万，那个杯子是限量版，价值5000，床单被套定制款8000，还有精神损失费、误工费，你们慢慢算吧。啊！你个杀千刀的，没爹娘！
反了天了！把老子房子当游乐场了！李老太，你给我出来！闭嘴！视频拍得清清楚楚，房、书、衣服、杯子，还有你们说的那些屁话，人家陈默已经报警备案了，你们这是故意损坏财物，是要吃官司的。哎呦，王老板呐，不是这样的，是那陈默先。我不管你们有什么恩怨，现在是我的房子被破坏了，租约里写的明明白白，爱护屋内设施。你们看看搞成什么样子！我告诉你，李老太，现在立刻马上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人给我清走！以后你再敢带这么多人来家里聚餐瞎搞，搞得乌烟瘴气，影响到其他租户和房子，你就给我赔3个月房租，然后立刻滚蛋！哎呀，哈哈哈，陈先生啊，您还没走啊？真是对不住。对不住啊，是我管理不善，让您受委屈了。您放心，那边我已经严厉警告和处理了，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您看，报警的事儿能不能高抬贵手啊？毕竟闹大了，对房子名声也不好。哎呀，小小年纪，手脚就这么不干净。喜欢乱动别人东西，还搞破坏，长大了怕是前途光明啊！还有您教的真好，撒泼打滚、污蔑造谣、纵容行窃，真是把传统美德发扬光大了。希望您下次找到的新室友能受得了您这家风。我撕了你的嘴，你个天杀的！哎，李老太，你还想动手？反了你了！你看看你像个什么样？我告诉你，刚才的话不是开玩笑，你再敢惹是生非，不用等下次，我现在就勒令你立刻给我搬出去，押金1分不退，滚！这地方，虎爷我看上了，带着你的破电脑，赶紧滚蛋！听见没？八哥发话了，这片以后我们照了。想在这儿办事儿，问过我们兄弟没有？公共区域，国法考察，你们没有权利驱赶我。权利？老子手里的棍子就是权利。小子，看你细皮嫩肉的，不想挨揍就识相点，不然你这电脑还有你这个人，今天都得留点东西下来。动他一下试试。又来了一个不怕死的，想当英雄，就凭你？妈的，跟这小班长废什么话？一起收拾了。看他那穷酸样，打电话叫人都叫不来几个吧。给你们一个机会，现在带着你的人滚，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你他妈算老几？让老子滚！兄弟们，给他缩缩骨！是我，遇到点小麻烦，位置发你了。有几只不懂规矩的苍蝇，吵得很，让他们听个声音，学学规矩。吓唬谁呢？还学规矩？老子就是规矩！小子，你……胡哥，苍蝇你控制，请指示。现在能好好听我说话了吗？你们是这片的地头蛇。很好，我正好需要一些人出
处理一些本地琐事。我看上这里了，以后你们就跟着我干。不愿意？愿意。大哥，不，老板，我们跟您以后刀山火海，您一句话。留个联系方式，让他们把身份信息登记一下，以后他们归你外围管辖。明白。麻烦解决了，现在我们可以好好看看我们的超市选址了。哎呦，您就是陈先生吧？鄙人顾天成，顾氏集团啊，小的有眼无珠，手下人不懂事，冲撞了你，我给您赔罪，我该死啊！顾总是吧？你的人说这块地是你们招的。哎呀，误会，天大的误会！陈先生，这块地，不，这整个片区，只要您看上，那就是您的。这些不长眼的东西啊！好吧，你们这些瞎了眼的王八蛋！陈先生也是你们能得罪的，还不快给陈先生磕头认错？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顾氏集团的人，你们的命是陈先生的。陈先生让你们往东，你们要是敢往西看一眼，我亲自把你们沉到江里去，听到没有？陈先生，我们错了，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以后我们这条命就是您的，您随意差遣。行了，顾总，既然是个误会，说开就好。不过我确实看上了这块地，准备在这里开一家百货超市。没问题，绝对没问题。陈先生，您需要什么？施工队、建筑材料、设计图纸，还是前期手续？我顾氏集团全包了，保证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按您的要求把超市建起来，分文不缺。就当是给陈先生您赔罪，也是我顾某人的一点心意。既然顾总这么有心，那前期的基础建设和手续就麻烦你了。具体的规划和要求，我会让夏沫给你对接。顾总，我会把超市的设计要求、功能分区和建设标准发给你，请严格按标准执行。我不希望看到任何偷工减料或者不符合规范的地方。是，夏先生放心。一定按最高标准，绝对不敢有半点马虎。都起来吧，以后你们就留在这里，施工期间负责安保，维持秩序，不许任何闲杂人等来捣乱。听顾总和他派来的项目经理安排，配合施工，明白吗？明白，我哥，保证完成任务，绝对不让任何人影响超市建设。这里交给他们，我们回去细化方案。基础数据已经采集完毕，可以开始建模了。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联系最好的施工队，明天今天晚上就必须进场做前期准备。要是出了一点差错，老子扒了你们的皮！